林渊，你只是手腕折了，又不是不能走路，体谅一下我们行不行？唐鑫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背景音是机场广播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右手打着石膏，盯着天花板。我骨折第5天。我知道啊，但唐昊好不容易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玩，机会难得。他不耐烦地说：“别扫兴，等我回来给你带特产。”电话被抢走，岳父的声音插进来：“小渊啊，小新难得请年假，我们一家正好趁这个时间去玩一趟。你马上就能出院了，别太矫情。”姐夫，好好养伤啊！电话挂了，护士推门进来换药，随口问：“你家属呢？”我笑了笑：“旅游去了。”他愣了：“你这才骨折第5天啊！”我没解释，他也识趣没再问。药换完，病房里又剩下我一个人，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，左手输液，想翻个身都费劲。隔壁床的老大爷正跟他儿子吵架，老头非要出院，儿子死活不让，爷俩嗓门一个比一个大。我听着突然有点羡慕。3天前，我在工地钉广告台安装，脚手架打滑摔下来，手腕骨折。唐鑫接到电话，来医院待了10分钟。公司有个会，我得走。他站在病床边，看都没看我的片子。医生怎么说？骨折，可能要住院。那你住着，我晚上再来。晚上没来，第2天也没来，第3天，唐德仁来了。岳父大人提着个果篮，进门先叹气：“小渊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”我还没说话，他已经在床边坐下，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。你看，这是我朋友的儿子，今年开了家公司，刚提了辆奔驰，挺好。人家比你小2岁，媳妇儿都怀2胎了。唐德仁把手机收回去。你和小新什么时候要孩子？爸，我刚骨折，骨折又不影响生孩子。我跟你说，男人要有出息，别整天窝在广告公司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能赚几个钱？我没接话，他待了20分钟，全程都在说别人家的孩子多优秀，最后拍拍我肩膀：“你先好好养伤啊，好好养伤，别给家里添麻烦。”走了。今天早上我收到唐鑫的微信，一张照片，机场候机厅，唐鑫、唐德仁、唐母、唐昊4个人凑在一起，笑得跟广告片似的。配文：难得的家庭旅行，我们出去放松一下了。下面还有一条：林渊，你好好养伤，我们过几天就回来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半分钟，拨电话过去，响了7、8声才接。喂，唐鑫的声音里带着笑意，背景音是机场广播。你们去哪儿？三亚啊，我不是发你照片了吗？我骨折第5天。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接着传来唐德仁的声音：“把电话给我。”一阵窸窣声后，岳父的声音响起：“小渊啊，小新难得请到年假，我们一家正好趁这个时间去玩一趟。你只是手腕折了，又不是不能走路，体谅一下我们嘛。我看你马上就能康复出院了。”唐德仁语气笃定：“医生都说了，你这种轻伤养几天就好，别太娇气。”电话被抢走，唐鑫的声音又传过来：“林渊，你只是手腕折了，又不是不能走路。我看你马上就能康复出院了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？我1年就这1次年假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医院有护士，你自己也能动，怎么就不行？”他的语气开始不耐烦：“唐昊好不容易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玩，机会难得，你别扫兴行不行？”唐昊的声音从背景里冒出来：“姐夫，等我回来给你带特产啊！”那笑声刺耳。听见没？唐鑫说：“唐昊都想着你，你就别闹了。好了，要登机了，挂了。”我举着手机看着屏幕按下去，隔壁床的老大爷还在吵，这回是跟他老伴。老太太嗓门也大：“你个老东西，不让你出院是为了你好。”我好什么好？住1天几百块。我扭过头盯着天花板，石膏上有几行字，是同事来探望时签的：“早日康复，好好养伤，公司等你。”马超那小子还画了个笑脸。我把手臂举起来，看着那个笑脸。结婚3年，我骨折第5天，他们全家去三亚。手机又亮了，是朋友圈。唐鑫发了一张机场自拍，9宫格，配文：“全家总动员，快乐起飞。”唐德仁在底下评论：“爸请客，随便玩。”我往下滑，刷到唐昊的抖音，他坐在机场候机厅，敲着2郎腿，对着镜头喝饮料。姐夫骨折住院，我们全家去三亚，是不是很过分？评论区有人问：“你姐夫不生气吗？”唐昊回复：“他敢，是我家住我家的。”我把手机扣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病房里安静下来，隔壁老大爷终于不吵了，估计是被老太太镇压了。走廊里传来护士的脚步声，推车轱辘碾过地砖，咯吱咯吱响。我想起这3年的事。结婚时，唐德仁说买房要写2人名字，我没同意。房子是我爸妈付的首付，我还贷，凭什么加名？唐鑫因为这个跟我闹了1个月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但唐德仁每次喝酒都要提这事。后来唐昊找工作，想来我公司，我帮忙递了简历，他没面上。唐德仁怪我不出力，说你一个老员工，说句话的事。我说这年头工作的自己本事，他说我小气。再后来，唐鑫每个月给他妈3000块，说是孝敬。我说那我也得给我妈3000，他跟我吵，说他爸妈养大他不容易，我爸妈有退休金，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没想明白，但我没跟他吵，每次都没吵。我觉得夫妻嘛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护士推门进来，换吊瓶，你妻子还没来？他一边换一边问：“在飞机上，去三亚了。”护士愣了一下，
看看我，又看看吊瓶，没说话。换完药，他走到门口，突然回头：“你一个人能行？”“能行。”他走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手机又响了，是中介王哥发来的微信：“林先生，上次看房的客户，现在全款能拿下来，您还考虑卖吗？”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。上个月有对年轻夫妻来看房，想给孩子落户，出价380万，全款。当时唐鑫不同意，说房价还会涨。我说那就再等等。现在我把聊天记录往上翻，翻到那张9宫格照片，难得的家庭旅行，姐夫骨折住院，我们去三亚，他敢。我把那条消息往上滑，退出，点开王哥的头像。王哥，那套房子现在还能卖吗？电话秒回：林先生，您确定？客户那边一直等着呢，380万，全款，3天内过户，行不行？我想了想，400万。王哥顿了顿，我跟他们沟通一下。10分钟后，电话又响了：林先生，成了，400万，全款，明天能签合同吗？能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床头，盯着那个400万。隔壁老大爷又开始吵了，我说了不住，回家。老太太骂他：你个老东西，早晚把自己作死。我笑了一下，手机又亮了，是唐鑫发的朋友圈，他们已经落地了，又是一张合影，配文3亚我们来了。我点了个赞，然后打开通讯录，找到银行客服，预约明天下午取号。护士推门进来，端着晚饭，吃饭了。他把餐盘放在床头柜上，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：你媳妇玩得开心吗？挺开心的，那就好。他把筷子递过来：你们年轻人互相体谅吗？我接过筷子，对，互相体谅。吃完饭，我拿起手机给唐鑫发了条微信：好好玩。早上7点，王哥的电话把我叫醒：林先生，9点签合同，您能过来吗？能。挂了电话，我盯着天花板躺了2分钟，然后翻身下床，右手还打着石膏，左手自己穿衣服费了点劲，但能搞定。护士进来换药，见我穿戴整齐，愣了一下：你要出院，签个合同，下午回来。他张了张嘴，大概想说你这样的签什么合同，但最后只是换了药，嘱咐我别乱动。我打了个车去中介公司，王哥在门口等着，见我下车，快步迎上来：林先生，手怎么了？摔的。他没多问，领着往里走。会议室里坐着一对年轻夫妻，男的戴眼镜，女的抱着个文件夹。见我来，两人都站起来。这是李先生和李太太。王哥介绍，这是房主林先生。握手的时候，李太太盯着我的石膏看了2眼，没说话。坐下后，王哥把合同推过来，我翻了一遍，条款跟上个月看的一样，价格改成400万，付款方式全款，过户时间3天内。林先生，您确定要卖？李太太小心翼翼地问。我们上个月去看了，房子挺好的，怎么突然急着用钱？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签字的环节出了点问题，我右手打石膏，左手签字，歪歪扭扭的，签了3遍才签好。李先生在旁边看着，憋着笑。王哥收了合同，说下午去办过户。这么快？李太太有点意外。买家全款，手续快。王哥解释。李太太看看我，又看看合同，把名字签了。走出中介公司，阳光有点刺眼，我站在门口，脑子里空空的。400万，房子没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唐鑫发的朋友圈。昨晚他们去吃了海鲜大排档，9宫格，配文3亚第一餐，太好吃了。唐昊在底下评论：姐，明天去潜水。我往下滑，翻到另一条，唐昊的抖音，定位在酒店泳池，他穿着花裤衩，躺在泳池边的躺椅上，端着椰子，对着镜头说：姐夫骨折住院，我们全家来3亚度假，是不是很过分？哈哈哈哈。评论区有人问：你姐夫不生气？他回复：他敢，是我家住我家的。我把手机揣进口袋，抬手拦了辆车。师傅，去第一院。下午2点，王哥电话打过来，说过户办完了，前3个工作日内到账。这么快？我有点意外。全款就是快。王哥压低声音：林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，那房子卖便宜了，现在行情往上涨，您要是再等2个月，能多卖20万。不等了。行，那您注意查收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病床上，盯着头顶的输液瓶。隔壁老大爷今天出院，儿子来接，老头还骂骂咧咧的，老太太在旁边收拾东西，嘴里念叨着回去别抽烟，按时吃药。我听着觉得有点吵，又有点羡慕。手机又亮了，是唐鑫发的消息：3亚的海鲜真好吃，你在医院吃什么？我盯着这条消息，手指在屏幕上旋了半天，最后回了一句：在想要不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家没了。发完，我把手机静音，翻了个身。晚上护士来换药，问我今天怎么没输液，明天出院。这么快？他拿起我的病历，医生建议再住几天观察，你这骨折挺严重的，不住了。他张了张嘴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，把药换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办了出院手续，医生还在劝我说没家了，住不起院。他愣了一下，没再说话。出了医院，我打了个车回小区。上楼的时候遇到邻居李阿姨，她正拎着菜篮子下楼，见了我，一脸惊讶：小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骨折，刚出院。你媳妇呢？怎么不照顾你？我笑了笑：旅游去了。李阿姨愣了愣，然后压低声音：对了，昨天你小舅子来小区了，搬走了你家1箱酒，我还看见他往车上搬了2条烟。我脚步一顿，他拿的时候我还问他：你姐夫知道吗？他说知道，你让拿的。李阿姨撇嘴，我寻思那酒挺贵的，没敢多说。我说了声谢谢，上楼开门，屋里跟我出院前一样，但酒柜门开着。我走过去，
里面空了一排，我爸留下的5瓶茅台全没了，还有2条中华也没了。我站在酒柜前，盯着那个空荡荡的格子。那5瓶茅台是我爸攒了好几年的，他不舍得喝，说等我生孩子的时候拿出来待客。我爸走的那年，我把酒搬到自己家，一直没舍得动。我掏出手机给唐鑫打电话，响了7、8声才接。喂，他的声音迷迷糊糊的，像刚睡醒。唐昊拿了我的酒，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什么酒？我爸留下的茅台5瓶，还有2条中华。唐鑫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语气变得不耐烦。唐昊拿几条烟酒怎么了？你至于吗？那是我爸留下的。我爸说都是一家人，分那么清干嘛？你要钱我给你转2000，行了吧？我握着手机没说话。林渊，他喊了一声，1瓶8000多。什么？茅台飞天，市场价8000一瓶。我说5瓶4万，加2条烟4万5。电话那头安静了。你要钱我给你转2000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唐鑫的声音变了调。林渊，你什么意思？跟我要钱？那是我的东西。唐昊是你小舅子，所以呢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压低了。林渊，你别闹，等我回去再说，行吗？房子卖了。什么？房子我卖了？我说400万全款，昨天过的户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5秒。你疯了！唐鑫尖叫起来。林渊，你疯了？那是婚房，你凭什么卖？写我名，我乐意。你们不是去旅游了吗？我说我卖房去旅游，不行吗？林渊，唐昊拿走的东西，让他准备好钱，我回去算账。我挂了电话，手机立刻又响了，唐鑫打来的，我没接，又响，还是没接。第3个电话是唐德仁打来的，我接了。林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能听出火气。卖房这么大的事不商量，旅游这么大的事，你们也没跟我商量。我们是看你住院太辛苦，出去放松一下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住院第5天你们就去放松，那我卖房第5天，你们也该理解理解我吧。唐德仁气得直喘气。林渊，你别不识好歹。爸，唐昊拿我那几瓶酒，您知道吗？电话那头顿了顿，那是他拿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就好。我说那我按市场价找他赔，您没意见吧？我还有事，挂了电话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开始收拾东西。衣服装了2箱，电脑装1箱，其他家具电器都不要了。收拾到一半，唐昊的微信发过来，姐夫，我朋友都约好了，你房子什么时候能住？我盯着这条消息笑了，卖了，要不你找你姐借钱去买。那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然后半天没动静。我继续收拾，书架上还有几本毕业照，翻开看了看，大学宿舍4个人，现在一个在深圳，一个在上海，就我在本地。马超前几天来医院看我，还说要给我介绍对象。我说我有媳妇，他说你那媳妇跟没有一样。我说你闭嘴。我把照片装进箱子。下午4点，东西收拾完，我站在客厅中间转了一圈。这房子住了3年，每个角落都熟悉。沙发是结婚时买的，唐鑫挑的，花了8000多。电视是我妈送的，65寸。厨房里还有一套没开封的餐具，唐鑫说等朋友来吃饭的时候用，3年了，一直没开封。我打开冰箱，里面还有半盒牛奶，一袋快过期的面包，拿出来扔进垃圾桶。走的时候，我把钥匙放在鞋柜上。下楼，李阿姨还在楼下跟人聊天，见了我拉着箱子，问小渊去哪？回老家。那你媳妇呢？旅游呢？李阿姨叹了口气，没再问。我打了个车，跟师傅说去青山村。师傅问青山村在哪？我说城北40公里。他说那得加钱。我说加。车子开出市区，天快黑了，我靠在座椅上，手机静音，屏幕一直亮着。唐鑫打了10几个电话，唐德仁打了7、8个，唐昊也打了几个，还有我妈的号，估计是唐鑫找我妈告状了。我一个没接。40分钟后，车子拐进村口，路变窄了，两边是庄稼地，远处有几户人家亮着灯，炊烟升起来。前面那个红砖房停就行。师傅把车停下，我付了钱，把箱子搬下来。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，树下坐着几个老头在下棋。李大爷抬头眯着眼看我，小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住几天？你媳妇呢？忙。他点点头，继续下棋。我拖着箱子往里走，走到那扇熟悉的铁门前，门开着，院子里亮着灯。奶奶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摘菜，听见动静，抬头，她盯着我看了2秒，然后颤颤巍巍站起来。小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奶奶。我走过去，她看着我手上的石膏，又看看我身后的箱子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回来好，回来好。她接过我的箱子，还没吃饭吧？锅里炖着排骨。我跟着她进屋，老房子还是那个样子，水泥地，木头沙发，墙上挂着爷爷的照片。厨房里飘出香味，炉子上炖着一锅排骨。坐。奶奶指着沙发，我给你盛饭。我坐下来，手机又亮了，还是唐鑫。我把手机关机，扔在一边。奶奶端着饭出来，一碗米饭，一碗排骨汤，一盘炒青菜。吃。我端起碗，吃了2口。奶奶在我对面坐下，没问我为什么回来，没问唐鑫在哪，只是看着我吃。吃完了，我放下碗。奶奶，我把房子卖了。她点点头。唐鑫他们去旅游了，我骨折第5天去的。她又点点头。我不想过了。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把我的碗收走，走到厨房门口。她回头说了一句话：回来就回来。奶奶养得起。早上是被鸡叫醒的，不是手机闹铃，是真正的鸡叫。我睁开眼，盯着头顶的木头房梁，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我在奶奶家，右手还打着石膏，睡觉的时候得垫个枕头，不然压得疼。昨晚睡得沉，
居然一觉到天亮。院子里传来扫地的声音，沙沙沙。我翻身下床，左手穿衣服还是费劲，但比昨天熟练了。推开门，奶奶正在扫院子，起了。她头也不回，锅里有粥，自己去盛。我进厨房，灶台上温着一锅小米粥，一盘咸菜，2个煮鸡蛋。我用左手端着碗出来，坐在门槛上喝粥。手机开机，叮叮叮，消息提示音响成一片。唐鑫的未接来电37个，唐德仁的19个，唐昊的8个，我妈的3个。微信消息更是一长串。唐鑫昨晚发了几十条，从林渊你接电话到你他妈到底在哪，到我错了行不行你接电话到你等着，语气一路变化。最后一条是凌晨2点发的，林渊别闹了，回来好好谈。唐德仁发了语音，我没点开听。还有几条是工作群的消息，跟我无关。我把手机揣进口袋，继续喝粥。奶奶扫完院子，提着菜篮子走过来，我去赶集，你去不去？不去，那你中午自己热饭，排骨在锅里。他走了，我喝完粥，把碗洗了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墙角种着几颗辣椒，结了不少，红红绿绿的，还有一架子豆角，长得挺好。鸡圈里5只鸡正在啄食，我站在院子里，有点无所适从。在城里待了10年，突然回到村里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电话，唐鑫打来的。我盯着屏幕，等他响了7、8声才接。林渊，他的声音尖锐，带着哭腔，你到底在哪？村里。哪个村？我奶奶家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，你跑回村里干什么？养伤？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不想接。唐鑫深吸一口气，语气软下来。林渊，我们好好谈谈行吗？谈什么？你房子卖了，酒的事，还有我们之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下午的飞机。他说我到了就去找你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我没说话。林渊，他又喊了一声，等你到了再说。我挂了电话。中午，奶奶赶集回来，买了豆腐和肉，她在厨房忙活，我坐在院子里发呆。她打电话了。奶奶探头问，怎么说？明天回来。奶奶没说话，继续切菜。下午我去村口转了转，李大爷他们还在下棋，见了我，招呼我过去。小渊，来一盘。我坐下来，左手下棋不方便，但还能对付。李大爷让了我一个车，还是输了。你小子棋没落下。他点起烟，在城里混得咋样？还行。那怎么回来了？我想了想，说骨折了，回来养养。他点点头，没多问。下到第3盘，一辆奥迪开进村口，这车我认识，唐昊的。车子在我身后停下，我扭头看见唐昊从车上下来，后面还跟着2个男的，都是20出头，穿着花衬衫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姐夫。唐昊走过来，笑得一脸得意，让我好找啊。我坐着没动。你怎么找到的？我妈问你妈要的地址。他走近2步，走吧姐夫，跟我回去，我姐在家等你。他在家等我，为什么他自己不来？唐昊脸上的笑僵了一下，他有事。他朝后面2个男的使了个眼色，姐夫别让我为难。那2个人围上来，其中一个伸手要拽我。干什么？李大爷站起来。唐昊一愣，欺负我们村的人。张大爷也站起来，手里还握着锄头。王大爷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，老陈带人来村口，有人闹事。唐昊的3个愣在原地。大爷，误会，这是我姐夫。谁是你姐夫？李大爷走到我身前，小渊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他媳妇都没来，你来干什么？那2个人还想上前，被李大爷一瞪，缩回去了。村口下棋的几个大爷全站起来了。没一会儿，村里又来了7、8个人，有拿锄头的，有拿扁担的，把唐昊那辆奥迪围得严严实实。村支书骑着电动车过来，车还没停稳就喊，怎么回事？谁在我地盘闹事？唐昊赶紧解释，叔，我是来找我姐夫的，他是我姐夫。姐夫。村支书看看我，又看看唐昊。小渊，这是你小舅子。那他们动手是什么意思？唐昊脸色变了，没动手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李大爷嗓门大，我亲眼看见他拽小渊，小渊手还打着石膏呢。村支书的脸色沉下来，小渊，你说。我站起来，他姐让我回去，派他来的。村支书点点头，转向唐昊，听到了。小渊说了，他姐让他回去，那让他姐自己来。叔，少废话。村支书摆摆手，滚出我们村，再来报警抓你们。唐昊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我，林渊，你等着，我姐跟你没完。我笑了一下，回去告诉你姐，想谈自己来，别派这些废物。唐昊想说什么，被那2个人拉着上了车。奥迪掉头，一溜烟跑了。村支书拍拍我肩膀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那媳妇怎么回事？他压低声音，家里不同意。我摇摇头，没解释。晚上，村支书来我家吃饭，奶奶炒了几个菜，开了瓶酒。小渊，有事说话，村里都是你的人。村支书举杯，我跟他碰了一下，谢谢叔。奶奶在旁边笑，我孙子，村里长大的，还能被人欺负了。村支书走的时候已经9点多了，我坐在院子里，手机又响了，唐鑫的微信。唐昊说你让人打他，我没打。那他怎么说的？他带2个人来村里，想拽我走，被村里人拦下了。电话直接打过来了，林渊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唐鑫的声音疲惫，我明天就回去了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我消停得很。那你让村里人拦唐昊，他自己来的，我没让他来。唐鑫深吸一口气，好，明天我过去，你把地址给我。我报了村名。林渊，他突然说你还想不想过了？我没回答，挂了电话。我坐在院子里，盯着天上的星星。奶奶端了杯水出来，放在我旁边。明天他来，你想好怎么谈了？我想了想，说
看他怎么谈。奶奶没说话，在我旁边坐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：“小渊，你爸走得早，你妈又改嫁了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。我从小教你要忍，要让人，别跟人争，但有些事不能忍。”我扭头看他，她是你媳妇，你疼她应该，但她也得疼你。奶奶站起来：“你骨折第5天，他们全家去旅游，这事换谁都说不过去。”他进屋了，我坐在院子里又待了很久。手机响了，是条银行短信，400万到账了。早上6点，我被院子里的动静吵醒，推门出去，奶奶已经在喂鸡了。她回头看我一眼：“这么早起来干什么？睡不着？”她没说话，继续撒玉米。我在门槛上坐下，看着那几只鸡抢食。9点多，村口传来汽车喇叭声，奶奶正在摘豆角，听见喇叭声，抬头看我：“来了。”我站起来往村口走，走到老槐树那，看见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边，唐鑫站在车旁，穿着条碎花裙子，化着妆，手里拎着个包。他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我手上的石膏还没拆，缠着绷带，身上穿着件旧 T 恤，是奶奶从柜子里翻出来的，我爸年轻时候穿的。林渊，他喊了一声，我走过去，上车吧，我们找个地方谈。就在这谈。他皱眉，看看周围，李大爷他们又在老槐树下下棋，正往这边瞅。有几个老太太在路边摘菜，也停下来看热闹。你让我在这谈？他压低声音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唐鑫咬着嘴唇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拉开副驾驶门，拎出2个袋子，给你买的。他把袋子递过来，补品还有衣服。我没接，他僵了一下，把袋子放在地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谈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林渊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看着他，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骨折的时候去旅游。他说，我当时脑子抽了，我妈说难得一家人都能请到假，非要拉着我去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觉得你住院有护士照顾，不会有事。他眼圈红了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。唐昊拿我酒的时候，你也没想那么多。他愣了一下，他拿你酒的事我不知道。他说他知道，他骗你的。唐鑫急了，他要是跟我说，我肯定不让他拿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他避开我的视线，低头翻包，掏出1沓钱递过来，1万2，唐昊让我给你的。我没接，他借的。他补充，他说先还你1万2，剩下的慢慢给。5瓶茅台4万，2条烟5000，一共4万5。我说他欠我4万5。唐鑫的手僵在半空。林渊，你别这样。他的声音软下来，他是我弟，你就不能让一步？我让了3年了，那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他突然提高音量，我亲自来给你道歉，给你买东西，替唐昊还钱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李大爷他们抬起头往这边看，我转身就走。林渊，唐鑫追上来拽住我胳膊，你别走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眼圈更红了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他声音发抖，你说，我照做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我骨折第5天，你们全家去三亚，这事你怎么补？他不说话。你弟偷我4万5的东西，这事你怎么补？他还是不说话。你爸举报我，让我被停职，这事你怎么补？他猛地抬头，我爸举报你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他摇头，他举报你什么？说我收回扣。我笑了，他找的学生在我公司财务。唐鑫的脸色变了，你爸想让我长记性。我说，让我知道得罪他没好下场。林渊，我得罪他什么了？我问。就因为卖了我自己的房子，就因为让你弟还钱。唐鑫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远处传来摩托车的突突声，村支书骑着电动车过来，在我旁边停下。小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他看看唐鑫，又看看我，你媳妇？他点点头，谈事就好好谈，别在村口站着，都看着呢。说完，他骑着车走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身往回走。唐鑫跟上来，走到家门口，奶奶正坐在院子里摘豆角。他抬头看了唐鑫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低头摘。奶奶，唐鑫喊了一声，奶奶没应。我进屋，在沙发上坐下。唐鑫跟进来，站在门口，坐吧。他在我对面坐下。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。你被停职的事，我真不知道。他开口，我爸，我没想过他会干这种事。我没说话。林渊，他抬头看我，咱们还能不能过了？你说呢？我想过。他声音低下来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你要是真不跟我过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没接话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好。他说，结婚3年，我一直让我爸妈他们占你便宜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就是怕他们不高兴，所以你让我不高兴。他愣了一下，你怕你爸妈不高兴，怕你弟不高兴，就是不怕我不高兴。我说，因为你知道我不会走。他不说话，但这次我会。他猛地抬头，林渊，你爸举报我的时候你在哪？我问。你弟拿我酒的时候你在哪？我骨折第5天你在哪？你在三亚。我说，发朋友圈，吃海鲜，潜水。他哭了，眼泪掉下来，一颗一颗的。我知道我错了。他哽咽着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看着他哭，没说话。奶奶端了2杯水进来，放在茶几上。他看看唐鑫，又看看我，转身出去了。林渊，你说要我怎么做？唐鑫擦着眼泪，你说我都做。我沉默了很久。第一，房子卖了就是卖了，钱我不会动，但也不会给你。他点头。第二，你弟拿走的酒和烟，按市价赔给我。他又点头。第三，你爸妈以后别插手我们的事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点头。第四，你再犯一次，直接离。他咬着嘴唇，点头。行，你回去吧。他愣住，你不跟我回去，我伤还没好，在这养着。那我呢？你回去上班。他站起来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走。
走到门口，他回头看我，林渊，你不会反悔吧？我反悔什么？你说的话。他攥着包带，你不会不要我吧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3年了，我第一次在他眼里看到害怕。看你表现，他走了。院子外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，越来越远。奶奶走进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信他？我靠在沙发背上，信不信的，看他怎么做。反正房子在我名下，钱在我卡里，我没什么好怕的。奶奶点点头，站起来吃饭。下午，我坐在院子里发呆，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林渊，是个男人的声音，有点熟。哪位？我是你岳父。我笑了。有事？你让唐鑫传的那些话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压着怒气。什么叫以后别插手你们的事？字面意思。林渊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他声音提高，我告诉你，小新是我女儿，我想管就管。那你管吧。我挂了电话，电话立刻又响了，我没接，又响，还是没接，响了7、8次之后，终于停了。过了几分钟，唐鑫的电话打进来，林渊，我爸给你打电话了。他说什么？让我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他沉默了几秒，我跟他吵了一架。他说，我说以后我们的事不用他管。我没说话。林渊，我说到做到。他的声音很认真。你看着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椅子上，盯着天上的云。奶奶在厨房里剁肉，咚咚咚的声音传出来。院子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李大爷走进来。小渊，下棋去不去？我站起来，去。早上6点半，我在院子里刷牙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。唐德仁从车上下来，西装革履，皮鞋锃亮，跟村里的土路格格不入。他站在门口，皱着眉头打量了一圈院子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林渊，我把嘴里的牙膏沫吐掉，毛巾搭在肩上。爸来了。他没应声，走进院子。奶奶从厨房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，看见他愣了一下。这是我岳父。我说。奶奶点点头，没说别的，转身回厨房继续做早饭。唐德仁站在院子里，也不进屋，就那么站着。我刷完牙，洗了脸，才走到他面前。这么早？有事找你谈谈。他说，上车吧，就在这谈。他皱眉，看看周围。院子角落里几只鸡在刨食，厨房里传出炒菜的声音，远处有牛叫。这地方能谈什么？你想谈什么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压着火，进屋。我转身进屋，他跟进来。沙发是他看不上眼的那种，木头架子，海绵垫，外面罩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布套。他在沙发上坐了坐，浑身不自在。奶奶端着2碗粥进来，放在桌上，吃点东西。唐德仁摆手，我吃过了。奶奶没理他，转身出去。我在桌边坐下，端起粥喝了一口。唐德仁等了一会儿，见我根本不看他，终于开口，林渊，卖房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卖都卖了，还想什么？400万你一个人吞了。我放下碗，那房子是我爸妈付的首付，我还的贷款，装修也是我出的钱。唐鑫没出过1分。你们是夫妻，所以呢？他站起来，在屋里走了2步。林渊，我女儿嫁给你3年，没要过你什么，房子不加他名，他也没说什么。你现在把房子卖了，钱1分不给，你觉得合适？房子不加名，他没说什么。我笑了一下，爸，您记错了吧？他闹了整整1个月，您还打电话骂我小气。唐德仁脸色变了变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那行，说现在的。我放下碗。唐鑫前天来说的那些话，他没告诉您？他沉默。他说了，以后我们的事您别插手。她是我女儿，她还是我媳妇。唐德仁指着我，林渊，你别太过分。我把碗一推，站起来。我过分。我骨折第5天你们全家去旅游，我过分。唐昊偷我4万5的酒，我过分。您举报我让我被停职，我过分。他愣住了。举报的事，您以为我不知道？唐德仁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您学生在我公司财务。我说用不用我把他叫出来对质？他不说话了。屋里安静了几秒。林渊，他的声音低下来，这是我不对，但我也是没办法。你卖房的事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，所以我被停职，您就能抬头了。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我住院的时候，您来看了我20分钟。我说全程在说别人家孩子多优秀，最后让我别给家里添麻烦。他的脸涨红了。林渊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这句话您说过了。奶奶端着1盘炒鸡蛋进来，放在桌上，看了唐德仁一眼。吃饭。唐德仁深吸一口气，又坐下。好，以前的事不提。他看着我，就说现在房子卖了，钱你拿着。行，但酒的事，唐昊欠你的，慢慢还。慢慢还是多久？他刚工作，没钱。他没工作。唐德仁噎住了。唐昊没工作3年了。我说啃老啃姐，现在啃到我头上。他是你小舅子，所以呢？他站起来，脸色铁青。林渊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走到他面前，我想让你们一家别再把我当傻子。他盯着我，胸膛起伏。门外传来车响，唐鑫从车上下来，跑进院子。他看见唐德仁的车，脸色就变了，冲进屋，看见我俩面对面站着，赶紧插到中间。爸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他谈。谈什么？唐鑫的声音尖锐。我说了，我们的事你别管，我是你爸，那他也是我丈夫。唐鑫指着我说，你举报他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唐德仁愣住了。小心，你让我怎么在他面前抬头？唐鑫眼眶红了。你是我爸，你干这种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唐德仁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你回去。唐鑫推他，我的事我自己处理。唐德仁被他推出门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我。林渊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没说话。他上了车，
走了。唐鑫站在院子里，肩膀发抖。奶奶从厨房出来，看了他一眼，递过去一条毛巾，他接过，擦了擦脸。奶奶，对不起。奶奶没说话，回厨房了。我站在门口看着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来？我妈打电话说的。他走过来，我爸昨晚在家骂了一晚上，说要来找你算账。算账？他说你让我学坏了。他苦笑说以前我多听话，现在敢跟他顶嘴了。我没接话。他站在我面前，红着眼睛看我。林渊，对不起。你道什么歉？我爸干的事。他说我不知道他会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进屋吃饭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饭桌上3个人都没说话。奶奶夹菜给唐鑫，他也接着低着头吃完一碗饭。吃完饭，他帮忙收碗，奶奶没拦。我在院子里坐着，他洗完碗出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下午。他说明天上班。我点点头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林渊，我想搬出来住。我扭头看他，我不想在家住了。他低着头，我爸那样，我妈天天念叨，唐昊还管我要钱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舍得？他抬头看我，3年了，我一直在让他们。他说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都听见了。哪句？你让他们别再把你当傻子。他眼眶又红了。我也是。我没说话。他靠过来，头靠在我肩上。林渊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等你真搬出来再说。下午他走了，临走前站在车边，回头看我。我下周搬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。我点点头。他的车开远，消失在村口。晚上，村支书来串门，问我上午怎么回事。我说岳父来了，闹了一场。他点点头，没多问。坐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说：“小渊，你那房子卖了，以后怎么打算？”没想好，回来盖一个。他抽着烟，村里宅基地还有，你户口在这，能申请。我愣了一下，盖房子？你奶奶老了，这房子也旧了。他弹弹烟灰，你要是有钱，翻盖一下，以后回来住也舒服。我没说话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坐在院子里想了很久。盖房子，手机响了，是条微信，唐鑫发来的。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跟你离婚。我看着这条消息没回，他又发了一条，我说离也行，让他先把欠你的4万5还了。我笑了一下。第3条，他挂了。我把手机揣进口袋，抬头看天。奶奶从屋里出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想什么呢？想盖房子的事。他扭头看我。村支书说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你真要回来？还没想好。他站起来，拍拍我肩膀。想好了告诉奶奶。他进屋了。我坐在院子里，一直到很晚。周6上午，我正在院子里帮奶奶摘豆角，村口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，没当回事。过了几分钟，李大爷小跑着进来。小渊，村口来了几个人，开2辆车，说是找你的。我站起来，什么人？看着不像好人。李大爷压低声音，你那个小舅子又来了，这回带了7、8个。我把豆角放下，往外走。奶奶要跟上来，我说您在家待着。村口2辆黑色 SUV 停在老槐树下，唐昊站在车边，身后站着7、8个男的，有的染黄毛，有的胳膊上纹着身，一看就是他那些狐朋狗友。这回他没穿花衬衫，换了件黑 T 恤，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。见我走过来，他咧嘴笑了。姐夫，好久不见啊。我在他面前站定。有事？有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，给你送钱来了。我看他那沓钱没接。多少？2万。他晃了晃，上次的1万2，再加8000，够意思了吧？4万5。他的脸色变了变。姐夫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笑了。你带这么多人来，就为了给我送2万？他身后那几个人往前走了2步。村口下棋的李大爷他们站了起来。张大爷把手里的棋子一摔，王大爷又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。唐昊看了看那几个大爷，又看看我。林渊，我今天来是跟你谈事的。他把钱收回去，不是来打架的。谈什么？房子的事。他说你把房子卖了，钱你得拿出来分。我姐的那份你不能吞，你姐的那份。对。他往前走了一步。婚后的房子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卖房子没经过他同意，这钱得分他一半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。谁教你的？他愣了一下。什么？这话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教的？他的脸色变了变。我爸说的。他承认了，但他说的对，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。那你让你爸起诉我吧。我转身往回走。林渊，他追上来拽我胳膊，我甩开。他身后那几个人围上来，这回他们动作快，直接挡在我面前。姐夫，别让我为难。唐昊走到我面前，我今天来就是要把事谈清楚，你给个话，钱分不分？不分。他的脸色沉下来。那就别怪我了。他往后退了一步。那几个人朝我围过来。村口李大爷他们冲过来了，但老头们腿脚慢，跑不过年轻人。第一个人伸手推我，我侧身躲开。他第2下还没出手，身后传来一声暴喝：干什么？一辆电动车冲过来，差点撞上那几个人。村支书跳下车，指着他们：你们他妈想干什么？那几个人愣了一下。村支书身后，村里的壮劳力也到了，10几个男的扛着锄头、铁锨，把那几个人围住。唐昊的脸色变了。叔，我们是来谈事的。谈事带这么多人？村支书瞪着他。上次我怎么说的？再来报警抓你们。没动手，我们没动手。滚！村支书一指村外，现在就滚，不然我一个电话，派出所的人马上到。唐昊还想说话，他身后那几个人已经怂了，有人开始往后退。唐昊咬着牙看我。林渊，你等着。我没理他。他们上了车，掉头跑了。村支书转身看我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他点点头，对身后的人摆摆手。
散了散了，那些人散了，回去继续干活。李大爷走过来，拍我肩膀：“小渊，你这小舅子不是东西。”我苦笑。村支书把我拉到一边：“小渊，你得想清楚，这事没完。”他压低声音：“他们今天赶来，明天还赶来，你老这么躲着，不是事。我知道你那个媳妇呢，下周搬出来住。”他愣了一下：“真搬？”他说搬。村支书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：“那就看他怎么做了。”晚上，唐鑫打电话来：“唐昊去找你了。”“他打你了？”“没打成。”村里人拦住了。他那边沉默了几秒：“林渊，对不起，你道什么歉？他是我弟。”他的声音低下去：“是我没管好他。”我没说话。我今天跟我爸吵了一架。他说：“我说他在掺和我们的事，我就跟他断绝关系。”他怎么说？他骂我白眼狼。他苦笑说：“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胳膊肘往外拐。那你呢？”我说：“泼出去就泼出去了。”他的声音平静：“反正你们也没把我当家里人。”我愣了一下：“唐鑫，你说真的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林渊，我前天回家，发现我的房间被唐昊占了。他说我的东西都被扔到杂物间。他说他朋友要住。”我没说话。我问我妈，她说唐昊没地方住，让他住几天。我问几天，她说不知道。他的声音有点抖：“那个家没我的地方了。”“那你住哪？”“酒店。”他说：“我搬出来了。”我握紧手机：“你认真的？”他说：“我明天去找房子租一个，以后我自己住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院子里很久没动。奶奶出来，在我旁边坐下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把唐鑫说的话告诉他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这孩子可能是真醒了，可能。”他站起来，拍拍我肩膀，给他个机会。第二天下午，唐鑫发来一张照片，是间出租屋，不大，收拾得很干净，租好了，一室一厅，离公司近。我没回。他又发了一条：“周末我来村里看你。”周日中午，他来了，这回是他一个人，开着他那辆小白车，穿着 T 恤牛仔裤，没化妆。他带了2袋子东西，一袋水果，一袋营养品。奶奶接过去，看了他一眼：“瘦了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谢谢奶奶。”吃饭的时候，他主动盛饭、洗碗，忙前忙后。奶奶没拦，也没夸，就那么看着他忙。吃完饭，他在我旁边坐下：“房子的事，我想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你的钱我不要，唐昊欠的他自己还。我爸那边我不回去了。”我看着他：“你真想好了？”“想好了。”他低下头：“这3天我想了很多。我嫁给你3年，从来没把你当过自己人，你忍着我，让着我，我以为是应该的。”他抬起头，眼眶红了：“林渊，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，得看行动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：“那你慢慢看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晚上他走了，奶奶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车开远。这孩子比以前顺眼了。我点点头。晚上睡觉前，手机响了，是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林渊，我是唐德仁，你让我女儿跟我断绝关系，你满意了？”我把号码拉黑，手机放在一边。第二天早上，村支书来串门：“听说你媳妇搬出来了。”他点点头：“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”我想了想：“先养伤，伤好了再说。”他抽着烟，看着我：“小渊，你那个岳父不是善茬，他今天能让他儿子带人来，明天就能想别的招。”我知道，小心点。周3下午，我正在村口跟李大爷下棋，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边，唐鑫从车上下来，手里拎着个保温桶。奶奶让我来送汤，他走过来，把保温桶放在棋盘边上。他炖的排骨。我点点头，继续下棋。他在旁边站着，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你这步走错了。”李大爷抬头看他：“你会下？”我爸喜欢下，从小看。他说：“应该走马，别动车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把马跳了。李大爷笑了：“这丫头有点意思。”一盘下完，我赢了。李大爷不服，说再来一盘。我说不来了，收棋回家。唐鑫跟在我后面，一路没说话。到家，奶奶正在院子里摘菜，看见唐鑫，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送汤。”他把保温桶递过去：“您炖的。”奶奶接过来，打开闻了闻：“是我炖的。”他抬头看唐鑫：“你专门跑一趟？”“我下午没事。”唐鑫低头想来看看林渊。奶奶没说话，继续摘菜。我在门槛上坐下，唐鑫在我旁边站着，有点局促。“坐吧。”我指了指旁边的凳子。他坐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开口：“林渊，我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我爸那边彻底闹翻了。”我扭头看他：“昨天他来找我，让我跟他去银行。他说是我的钱要转到他名下，不能让我被你骗走。然后呢？”我没去。他低着头，他骂了我一顿，说我被猪油蒙了心，以后别回那个家。我没说话。我妈也打电话来，让我回去道歉。他抬起头，我说我不道歉，他又哭又闹，说白养我了。奶奶的摘菜声停了。“那你怎么说？”奶奶问。唐鑫看向他，我说：“你们养我30年，我结婚3年，每个月给你们3000，一共108000块。”他的声音平静：“这些钱够还你们的养育恩了。”奶奶愣了一下。唐鑫继续说：“我妈骂我没良心，我说我没良心也是你们教出来的。”我看着他的侧脸，第一次觉得陌生。“你真这么说了？”他转头看我：“林渊，我既然说了搬出来，就是真的。”院子里安静了几秒，奶奶站起来，拍拍手上的土，进屋吃饭。饭桌上3个人都没说话。奶奶给唐鑫夹了2次菜，他都吃了。吃完饭，唐鑫主动收碗洗碗，奶奶没拦。我在院子里坐着，他洗完碗出来，在我旁边坐下：“林渊，你手上的石膏什么时候拆？”“下礼拜。”“我陪你去。”我扭头看他：“不用上班，请假。”他说：“我年假还没用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行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晚上他走了，奶奶站在门口，看着车开远。这孩子这次像真的。我没说话。周六早上，他果然来了，这回带了2袋子东西，一袋是给奶奶的保健品，一袋是给我买的衣服。你试试。他把衣服递过来，不知道合不合适。我左手穿衣服费劲，他过来帮忙，瘦了。他一边帮我穿一边说：“奶奶没给你做好吃的。”做了。那你吃没吃？吃了。他把衣服拽平，退后一步看，还行，就是大了点。我低头看看，确实大了。你将就穿吧。他说等伤好了再买合身的。下午，村里有户人家杀猪，请全村吃饭，奶奶带我们一起去。唐鑫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，有点不自在。村里人看见我带着媳妇来，都过来打招呼。小袁媳妇，第一次见啊。小袁媳妇长得真俊。唐鑫笑着应付，但我看出来他不习惯。李大爷端着酒过来，非要敬唐鑫一杯。唐鑫不会喝酒，摆手说不会。李大爷不依，说第一次见面不喝不行。我正要开口，唐鑫把酒杯接过去了。大爷，我喝了这杯，您以后多关照林渊。说完，他一口干了。李大爷乐了，这丫头行。旁边几个大爷大妈起哄，说小渊娶了个好媳妇。唐鑫脸红了，低着头。我没说话，但心里有点异样。晚上回去，奶奶问他会不会喝酒，不会。他说第一次喝。那你还喝？他看看我，低下头。李大爷对林渊好，我不能让他下不来台。奶奶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早点睡。他走了以后，唐鑫坐在院子里，我坐他旁边。头晕不晕？有点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原来喝酒这么难受。那你还喝？他扭头看我。林渊，我知道我以前不好。他说我现在想赌，你得给我机会。我没说话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他靠过来，我能不能多待1天？随你。第2天他真没走，上午跟我去村口下棋，中午帮奶奶做饭，下午在院子里晒太阳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把眼睛眯起来。林渊，村里真安静。在城里待久了，都快忘了安静是什么感觉了。我没接话，他突然转过头看我，你说咱们以后回村里住怎么样？我愣了一下，什么？我说以后回村里住。他说你不是把房子卖了吗？回去也是租房，不如在村里盖个房子，以后养老。我看着他，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他说我算过了，你手里有400万，在村里盖个2层小楼，花不了多少，剩下的存起来，以后孩子上学就在镇上，也不远。我没说话，他等了半天，见我不开口，低下头。你不愿意就算了。不是不愿意，我说是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他抬头看我，那你愿意吗？我想了想，再说吧。他没追问，又靠回椅子上，继续晒太阳。晚上他走了，奶奶问我他说什么了，我把他说的话告诉奶奶。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这孩子是真想跟你过了，可能。那你呢？我看着远处，再看看。周一我去医院拆石膏，唐鑫一早开车来接我。到医院，他跑前跑后挂号交费，我在诊室门口坐着等。拆石膏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站着，盯着医生的手。疼吗？他问。不疼。石膏拆完，医生让活动活动手腕，我试着转了几下，有点僵硬，但不疼，慢慢恢复，别着急。医生说。出了医院，唐鑫问我想吃什么，随便。他想了想，带我去了一家粥店。你刚拆石膏，得吃清淡的。我看着他，他点完单，抬头见我盯着他，愣了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粥端上来，他给我盛了一碗。以后我每周都去看你。他说直到你回城，我可能不回城了。他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想在村里待着。他沉默了几秒，那我每周都来。我看着他，你不回城上班？上啊。他说我周末来，周一早回去。太折腾了。不折腾。他低头喝粥。我想来。我没再说什么。晚上他把我送回村，自己开车回城。奶奶问他人呢？我说回去了。奶奶点点头。这丫头来来回回跑也不嫌累。我没说话。拆完石膏的第4天，唐鑫打电话来，林渊，我妈病了。我握着手机没说话，高血压住院了。他的声音有点疲惫，我得去医院看看。陪我去吗？我愣了一下。我去，我一个人不想面对他们。他低声说你陪我，我安心点。我想了想，什么时候？现在。我去接你。40分钟后，他的车停在村口，我上车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谢谢。我没说话。车往城里开，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。快到医院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，我爸肯定在。我知道他要是说什么难听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扭头看他，你怕我跟他吵？我怕你生气。他攥着方向盘，但你要是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我没接话。车停进医院停车场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推开车门。住院部8楼，心血管科。电梯门开，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他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809病房，门虚掩着。他推门进去，唐母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蜡黄，手腕上扎着输液针。唐德仁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个苹果在削。唐昊也在，窝在角落里玩手机。妈！唐鑫喊了一声。唐母扭头看见他，又看见他身后的我，脸色变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病了，来看看。唐鑫走过去，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。唐母看都不看那袋水果，盯着我。他呢？他来干什么？我没说话。唐德仁放下苹果站起来。林渊，你还有脸来？爸！唐鑫挡在我前面，是我让他来的。你让他来？唐德仁指着他，你把他带来气你妈？唐母在病床上哼了一声，我不需要他来看，让他走。唐鑫站着没动。妈，他是我丈夫，你还有脸说他是你丈夫？
唐母撑着坐起来，他把你教成什么样了？跟家里断绝关系，搬出去住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唐鑫低着头没说话。唐昊从角落里抬起头，阴阳怪气的来了一句：“姐，你可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咱妈都住院了，你还护着外人。”唐鑫扭头看他，你闭嘴。唐昊愣了一下，我闭嘴。他站起来，姐，你搞清楚，谁是你亲人？是他还是我们？他是谁？唐鑫指着唐昊，你拿他4万5的酒，到现在还了1万2，你管我叫姐，就是这么当弟弟的。唐昊的脸涨红了，那酒是我拿的，但我又不是不还，你拿什么还？唐鑫盯着他，你没工作，没收入，天天啃老，拿什么还？够了！唐德仁拍桌子，病房安静下来。他指着唐鑫，你今天是来吵架的，还是来看你妈的？唐鑫深吸一口气，走到病床边，妈，你好好养病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唐母别过脸，不看他。唐鑫转身往外走，我跟上去。走到门口，唐德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林渊，你站住！我停下，回头，他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。卖房的钱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的钱不需要您操心，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卖的钱也是我个人所有。我说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起诉，法院怎么判我怎么给。他气得脸发青。林渊，你等着，等什么？等你后悔的那天。我笑了一下，我等着的。唐鑫拽我胳膊，把我拉出病房。电梯里，他靠在墙上，闭着眼睛。对不起，你道什么歉？他们那样对你。他睁开眼看我，我没想到会这么难看。我没说话。出了医院，他站在车边，没急着开车门。林渊，我想回去看看奶奶。现在，他说我不想回自己那个出租屋，一个人待着难受。我想了想，走吧。1个小时后，车停在村口，奶奶正在院子里晒被子，看见我们俩从车上下来，愣了一下，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唐鑫走过去，抱住他。奶奶僵了一下，然后拍拍他的背，行了行了。进屋，晚饭奶奶做的面条，唐鑫吃了2碗。吃完饭，他坐在院子里发呆，我在他旁边坐着。林渊，我妈那句话，我想了一路。她说我把家里闹成这样，没良心。你没说话，我真没良心吗？他扭头看我，我想了想，你以前是对他们好，但那是惯着。我说现在不惯着了，他们就受不了。他愣了一下，惯着？唐昊为什么敢拿我酒？因为你们全家都惯着他，你爸妈惯，你也惯。我说你现在不惯他了，他就觉得你变了。他沉默了很久。那我以前是不是也惯着你？我扭头看他，什么？我是不是也一直惯着你？他问。所以我做什么你都忍着，从来不跟我吵。我没说话。你忍了3年，现在不忍了。他低下头，我也是。晚上他没走，在奶奶屋里睡的。第2天早上，他起来帮奶奶做早饭，吃完又抢着洗碗。奶奶站在门口看了他半天，突然开口，丫头。唐鑫回头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奶奶说以前糊涂，现在醒了就行。唐鑫愣了一下，眼眶红了。奶奶，行了。奶奶摆摆手，该上班上班去，别迟到。他走了以后，奶奶在院子里坐下，这孩子以后能行。我没接话。过了几天，唐鑫打电话来说唐母出院了，我爸让我回去吃饭。他的声音有点疲惫。去吗？不去。他说我跟他说的，啥时候把唐昊欠你的钱还清，啥时候再联系。我愣了一下，你真这么说的？他说他骂我不孝。我说那就不孝吧。挂了电话，奶奶问怎么了，我把唐鑫说的话告诉她。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这丫头是豁出去了。周末她来村里带了2瓶酒给奶奶的，她把酒递给奶奶，别人送的，我不喝酒，您喝。奶奶接过来看了看牌子，好酒。她抬头看唐鑫，自己买的。唐鑫低头笑了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奶奶把酒收起来，没再说什么。下午下棋的时候，李大爷问唐鑫怎么又来了，来看林渊。他说。李大爷乐了，小渊，你这媳妇不错，跑这么勤。我没说话。唐鑫在旁边笑。晚上他走的时候，我送他到村口，下周还来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你想我来吗？我没说话。他等了几秒，见我不开口，点点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他上车走了。周2下午，公司 HR 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院子里帮奶奶剥玉米。林渊，你方便来公司一趟吗？ HR 的语气不太对，有点事需要当面跟你核实。什么事？电话里不方便，你来了再说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那儿愣了几秒。奶奶问怎么了？公司有事，让我去一趟。你这手还没好利索，公司找你什么事？不知道。第2天一早，我坐公交进城，公司还是老样子。前台的小姑娘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林哥，你手怎么了？摔的。HR 的办公室在2楼，我推门进去，经理也在，2个人坐在那儿，表情都不太自然。林渊，坐。HR 指了指椅子，我坐下。他跟经理交换了个眼神，然后开口：林渊，有人举报你收受合作方回扣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？举报信寄到公司，说你在去年那个广告牌项目里收了施工方2万块钱回扣。他把一封信推到我面前，我们需要核实一下。我拿起那封信，扫了一遍，举报人匿名，但里面写得很详细，时间、地点、金额、参与人员，全都有鼻子有眼，这是诬陷。我把信放下，那个项目我1分钱回扣都没拿过。经理开口：林渊，你在公司5年了，我们相信你的为人，但这种事必须走流程，公司会成立调查组，你这段时间先停职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停职？配合调查？他说工资照发，你放心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
谁举报的？匿名信，不知道。他摇头，但我们会查清楚。出了公司，我站在门口，脑子里转了好几圈。回扣那个项目我盯了3个月，天天在工地晒太阳，最后验收的时候还跟施工方吵了一架。他们偷工减料，我让他们返工。这种人会给我送钱。手机响了，唐鑫打来的。林渊，你在哪？公司。你今天回城了？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刚想说话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。唐鑫，你爸那个学生是不是在我公司财务？他愣了一下，什么学生？上次我说的举报我那件事。我说你爸找的那个学生是不是在我公司财务？他沉默了几秒。林渊，出什么事了？有人举报我收回扣。电话那头倒吸一口凉气，他叫张志明。唐鑫的声音变了，我爸以前的学生在你们公司财务部，我爸上次说的就是他。我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直接去财务部。张志明不在，同事说他请假了，请了3天。我问请假时间，说是昨天。举报信昨天寄到的，他昨天请假。我站在财务部门口笑了。接下来3天我哪都没去，就在家等。调查组找我谈话，我把那个项目的所有资料都翻出来，合同、邮件、聊天记录、验收单全都有。我没拿过1分钱。我跟调查组说，那个项目施工方想偷工减料，我让他们返工3次。这种人会给我送钱？调查组查了1周，最后得出结论，举报不实。但匿名信里提到的那个时间点确实有问题。那天我在工地，但施工方的账上确实有2万块钱的支出，备注是广告费，这笔钱对不上。调查组的人说，他们说这是给你的，但没证据，你也没收过，这钱去哪了？现在查不出来。我知道去哪了。张志明，周5晚上，我约了大学室友老徐吃饭。老徐他爸是教育局的领导，唐德仁那个学校的校长是他爸的下属。我把事情跟他说了。老徐听完沉默了半天。你确定是唐德仁干的？确定。我说举报的人叫张志明，是他学生。老徐点点头。行，我跟我爸说一声。2天后，唐德仁的电话打过来，电话里的声音气急败坏。林渊，你找人整我。我整你什么了？校长找我谈话，说我师德师风有问题。他吼着，你干的吧？我握着手机没说话。林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没完。您举报我的时候想过没完吗？他愣住了。您找人诬陷我收回扣，让我停职1周。我说我这叫整您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张志明，我说您那个学生在我公司财务部，举报信寄到的第2天他请假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爸，您教书教了30年，就教出这种手段？我问。林渊，他的声音变了调。您想让我知道，得罪您没好下场。我说那您现在也知道了，得罪我也没好下场。挂了电话。过了半小时，唐鑫的电话打进来。林渊，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，快疯了。他的声音有点紧张。他说你找人整他，让他被学校约谈。是我找的。他沉默了。你生气了？没生气。我说他举报我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。他沉默了很久。林渊，他是我爸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的声音低下去。他再不对，他也是我爸。你这样对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我没说话。你让我缓缓。他说我想想。挂了电话。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奶奶端了碗汤出来放在我旁边。他打电话了。怎么说？我把唐鑫的话告诉他。奶奶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要是站他爸那边，你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不知道。那晚唐鑫没再来电话，第2天也没有。第3天我收到他一条微信。林渊，我需要点时间想想，你别找我，我想好了找你。我看着这条消息没回。第5天村支书来串门，说有人在村口转悠，好像是上次那帮人。唐昊又来了。不是他，是生面孔。他抽着烟转了1圈就走了。我没当回事。第6天晚上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接起来是个男人的声音。林渊是吧？哪位？我是张志明。我愣了一下。有事？我被公司开除了。他的声音阴沉沉的。因为你举报我的时候想过这个结果吗？他沉默了。唐老师让我干的。他说就是吓唬你，不会有事。我信他了。我没说话。现在我被开除了，他在学校被约谈，我他妈什么都没捞着。他的声音开始发狠。林渊，你等着。等什么？他没回答。挂了电话。我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第9天，唐鑫来了。他瘦了1圈，眼眶发青，像几天没睡好，站在院子门口。他没进来。林渊，我站起来。我想好了。他说，声音沙哑，我想跟你过。我没说话。我爸做的事是他的事，不是我。他走过来，你举报他，你整他，我不高兴，但我不怪你。我看着他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什么？他在我面前站定，我要的是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爸呢？他不要我了。他低下头。那天他打电话骂我，说我胳膊肘往外拐，说他没我这个女儿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你怎么说？我说那就不当了吧。他抬起头，眼眶红了。林渊，我现在真没家了。他站在那儿，眼泪掉下来。我伸手把他拉过来，他抱住我，哭出了声。奶奶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进去了。那天晚上他没走。吃饭的时候，奶奶给他盛了一大碗饭，他吃了干净。洗碗的时候，他在厨房里忙活，奶奶在门口坐着。丫头，奶奶突然开口。他回头，以后这就是你家。唐鑫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眼泪又下来了。唐鑫搬来村里住了，他把城里的出租屋退了，东西拉回来堆在奶奶家西屋。奶奶帮他收拾了一上午，
把那个多年没人住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就这么搬来了？我站在门口看他收拾，他把衣服往柜子里塞，反正周末也要来，不如直接搬过来，省得来回跑。上班怎么办？早起1个小时。他回头看我，开车40分钟。我没说话。他收拾完，站在屋子中间转了一圈，小是小了点，但够住。那天晚上，奶奶做了一桌子菜，3个人围着那张老木头桌子，谁都没多说话，但气氛跟以前不一样。吃完饭，唐鑫抢着洗碗，奶奶没拦。我在院子里坐着，听见厨房里传来水声和碗筷碰撞的声音，还有奶奶偶尔说一句什么。唐鑫应一声。村支书来串门，看见唐鑫在洗碗，愣了一下。你媳妇回来了？他点点头，在我旁边坐下。住下了，住下了。他抽着烟，沉默了一会儿。那你以后咋打算？盖房？他扭头看我，真盖，真盖。第2天，我跟村支书去村委会办了宅基地申请，唐鑫跟着去的，全程没说话，就在旁边听着。办完出来，他问我，你真要盖房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他愣了一下，我说过什么？你说回村里住，盖个2层小楼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你还记得？我没回答，往前走。他追上来，拽住我胳膊，林渊。我回头，他笑了，那个笑跟我认识他3年多来见过的都不一样。接下来1个月，村里人都知道我媳妇搬回来了，知道我们要盖房。李大爷每次见我都问，小渊啥时候动工？我说快了，在找施工队。张大爷推荐他侄子，说是干这行的。我去看了他侄子的活，确实不错，定了。动工那天，唐鑫请了假，一大早就起来帮忙。他在工地上跑来跑去，给工人递水递烟，中午还跟奶奶一起给工人做饭。奶奶站在厨房里，看着外面忙活的唐鑫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这丫头真变了。我没接话，但我知道他说的对。房子盖了2个月，这2个月里，唐鑫每天早起开车上班，晚上回来，周末就在工地上帮忙。他瘦了，黑了，但精神比以前好。有几次他妈打电话来，他接了，没说几句就挂了。有次我在旁边，听见他妈在电话里哭，说他没良心，说唐昊进去了都不管。挂了电话，我问他，唐昊进去了？他点点头。偷东西被抓现行。他说不是咱家，是另一家，偷茅台。我没说话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我妈让我去捞他，我说我没办法。他说我没用，我说我就是没用。我看着他，不难过。他想了想，有点，但不多。房子封顶那天，村支书来喝酒，李大爷他们也来了。院子里摆了3大桌，唐鑫忙前忙后招呼客人，倒酒端菜。李大爷喝多了，拉着他说，丫头，你是个好媳妇，以前糊涂，现在醒了。对。唐鑫笑着应，没说别的。晚上人都散了，他坐在院子里，我坐他旁边。累不累？累。他靠在我肩上，但高兴。我没说话。他突然问，林渊，你说我以前怎么那么傻？什么傻？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让我爸妈他们折腾。他抬头看天，3年，整整3年，我都在干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过去了。他扭头看我，你真不怪我？怪过。我说，但你现在这样，怪不起来了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又过了1个月，房子装修完了，2层小楼，4个卧室，1个大客厅，厨房、卫生间都按城里的标准装的。院子里铺了水泥地，留了一块地方给奶奶种菜。搬家那天，奶奶把她那几件老家具也搬过来了。我说买新的，她说旧的用惯了。唐鑫把他那点东西摆进2楼的主卧，站在窗口往下看。林渊，咱这院子真大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旁边。院子确实大，比城里那些鸽子笼大多了。奶奶在院子里喂鸡，几只鸡围着他转。以后咱们就在这儿过了。他问，你想在城里过也行。他摇头，就在这儿。他扭头看我，哪儿都不去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新房子吃的第1顿饭，奶奶炖了排骨，炒了4个菜，3个人围着桌子，谁都没多说话，但气氛比2个月前又不一样了。吃完饭，唐鑫洗碗，奶奶在旁边坐着。丫头。唐鑫回头，你妈最近打电话没？唐鑫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打了。怎么说？还是那些话。他继续洗碗，说我没良心，说唐昊可怜，说我爸身体不好。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你咋说？我说我管不了。他把碗放进碗架，他们的事我不管了。奶奶点点头，没再问。晚上睡觉前，唐鑫突然问我，林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冷血？我扭头看他，那是你爸妈。我知道。他躺下来，盯着天花板，但我没办法，他们不要我，我总不能一直求他们。我没说话。他翻了个身，对着我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伸手把他揽过来，睡吧。第2天，村支书来串门，说镇上有个养殖项目，问我要不要入股。我说考虑考虑。唐鑫在旁边听着。等我送走村支书，他问我，你想做养殖？不一定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还没想好。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下午，我陪奶奶去镇上赶集，唐鑫跟着，3个人在集上转了一圈，买了些日用品，还买了条鱼。回来的路上碰见唐鑫他妈，他妈一个人站在路边，手里拎着个袋子，看见我们愣住了，唐鑫也愣住了。2个人对视了几秒，小心。他妈先开口，唐鑫没说话。他妈走过来，看看我，看看奶奶，又看看唐鑫，你瘦了。唐鑫点点头。妈。他妈眼眶红了，小心，妈想你了。唐鑫站着没动。奶奶拽了我一下，我们往前走，把他们留在后面。走出去10几米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唐鑫和他妈面对面站着，他妈在哭，他在听。奶奶叹了口气，他妈也不容易。我没说话，等了大概5分钟，唐鑫追上来，他眼睛有点红，但没哭。走吧。
上车后，他一直没说话。到家，他下车就往屋里走。奶奶拽住我，别问。晚上吃饭，他话不多，但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吃完饭，他突然开口，我妈说我爸病了。我看着他，什么病？高血压，心脏也不好。他说他让我回去看看，你去吗？他想了想，不知道。那天晚上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跟我说，林渊，我想回去一趟。我点点头，我陪你。他愣了一下，你陪我？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你不怕我爸骂你？骂就骂。他眼眶红了。林渊，走吧。开车进城，40分钟后停在他爸妈家楼下。他坐在车里没动。我紧张，紧张什么？不知道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怕进去又被骂。我没说话，推开车门，他跟着下来，上楼敲门。开门的是他妈，看见我俩愣住了。小心，林渊。妈，唐鑫说我爸呢？他妈让开路，让我们进去。屋里还是老样子，就是比以前乱。唐德仁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看见我们进来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脸色沉下来。你来干什么？唐鑫走过去，听说你病了，来看看。用不着。他把遥控器放下，你不是跟我断绝关系了吗？唐鑫站在那儿没说话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爸。他抬头看我，别叫我爸。我点点头。唐叔。唐鑫听说您病了，急得一晚上没睡，他让我陪他来看看您。您要是不想见我们，我们走。他愣住了。唐鑫扭头看我，眼眶红了。屋里安静了几秒，他妈在旁边小声说，老唐，孩子都来了。唐德仁沉默了半天，最后哼了一声，坐吧。唐鑫松了口气，在他爸对面坐下。他妈忙活着倒茶递水果。我在唐鑫旁边坐着，没说话。唐德仁看了我几眼，也没说话。坐了一会儿，唐鑫开口，爸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死不了。吃药了吗？吃了。又是沉默。他妈在旁边打圆场，小心，你吃了吗？妈去做饭。不用了妈，我们坐会儿就走。走什么走？他妈急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吃了饭再走。唐鑫看看我，我点点头。他妈去做饭，屋里又剩下3个人。唐德仁沉默了很久，突然开口，唐昊判了。唐鑫愣了一下，判了多久？6个月。他声音低沉，我跟你妈去看他，他说让你去。唐鑫没说话。你去吗？他想了想，去。唐德仁抬头看他，他低着头，爸，他是我弟，我再怎么生气，他也是我弟。唐德仁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眼眶突然红了。他别过脸去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妈一个劲儿给唐鑫夹菜，念叨着瘦了多吃点。唐德仁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，但也没再甩脸子。吃完饭，我们告辞。他妈送到门口，拉着唐鑫的手，眼泪掉下来。小心，常回来。唐鑫点头。下楼的时候，他一直没说话。上车后，他坐在副驾驶，半天没发动车。林渊，他扭头看我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他没回答，把车发动了。回村的路上，他突然说，唐昊那儿，我下周去看，你陪我去吗？我想了想，陪。他笑了。晚上，奶奶问我们回去怎么样，唐鑫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奶奶听完，点点头。你爸那人嘴硬心软，他让你去看唐昊，就是给你台阶下了。唐鑫愣了一下，是吗？奶奶站起来，他要是真不认你，根本不会提这事。唐鑫沉默了一会儿，那我以后常回去看看。奶奶没回答，看着我。我想了想，你看着办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坐在院子里，天上有星星。唐鑫靠在我肩上，林渊，你说咱们以后会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就是一直这样。我想了想，不知道。他笑了，不知道也行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村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。奶奶在屋里喊，睡觉了，明天还得早起呢。唐鑫应了一声，拉着我站起来。进屋前，他突然回头，林渊，我好像终于知道家是什么样了。我看着他，他笑了，转身进屋，我跟在后面，把门带上。